从落地墨尔本的那一刻开始，叶晨的节奏就不自觉地被事件带得快乐起来。在来的路上，他的脑子就一直在思考，设想过多种与唐四海见面的情形，组织了好几套言辞，也做好了好几种唐四海回复的心理准备。一下飞机就火速前往唐四海所在的医院，可万没想到，到了地方才得知，唐四海竟然又失踪了。此刻的他脑子里想的就是赶紧找到唐四海的下落，却没有想过，这其实就是唐四海以身入局，给自己布下的一个迷魂阵。三人马不停蹄地来到墨尔本最近的警局，见到了警局的一位高级警长。根据陈泽凯此前的调查，唐四海最初被那些青少年围攻的案件，就是发生在这间警局的辖区内，案件就是由这间警局负责。现在唐四海又在这个辖区内失踪，自然还是要找他们来协助解决。三人见到的高级警长名叫特里夫·戴维森，当他得知叶晨三人来这里的目的之后，便对三人说道：你们说的那位唐先生，在我这里并没有明确的信息登记，案发之后他就被送到了医院治疗，因为伤势较重，我们的警员并没有第一时间对他进行问询，所以并不掌握他的真实身份。至于你们说人已经离开医院，我们暂时也抽不出警力来帮你们寻找他的下落。叶晨皱眉问道：那就是说，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他在澳大利亚的真实合法身份？对，特里夫·戴维森点点头，随口说，这人的身份目前还很可疑，以我个人的经验推测，他大概率不是合法移民，很可能是非法入境的偷渡客，或者非法滞留的外国人。叶晨感觉有些奇怪，萧初然给自己看到的聊天记录里，爆料人说唐四海是一个新移民，可现在看来，似乎这个信息存在偏差。他不禁猜测，唐四海之所以要带伤离开医院，会不会就是因为他在澳大利亚没有合法身份，所以才仓促逃走？在叶晨看来，自己得到消息的途径非常偶然，属于巧合中的巧合。唐四海带伤离开医院，肯定不会是为了躲着自己，很有可能躲的就是澳大利亚的警方。这恰恰就是这套连环计的高明之处，它始于偶然，就会让当事人有一种身在局外人在暗处的错觉。而当叶晨陷入思维惯性与逻辑陷阱之后，他距离事情的本质内核就越来越远。知道自己在警方这里不可能找到唐四海的有用信息之后，叶晨便开口问那警长，打人的那几个 teenager 现在是什么情况？特里夫·戴维森摊开手来，随意地耸了耸肩，笑道，人已经全部都放了。放了？叶晨皱眉质问，人被打得这么重，才1天时间，打人者为什么就放了？特里夫·戴维森笑道，你都说了那些是 teenager， 他们的年纪都不大，我们能做的只有批评教育。如果受害人有赔偿需求，可以通过法院起诉他们的监护人。叶晨又问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在澳大利亚，负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应该是10岁吧？特里夫·戴维森摆摆手，敷衍地说，10岁只是理论上，真正负刑事责任要到14岁以上。而且，在我们这里的法律中有一项规定，如果检方无法证明14岁以下儿童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，那就可以推定无刑事责任能力，这叫默认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。你可以找一本法律书籍看一看。叶晨见特里夫·戴维森似乎有心偏袒对方，便开口道，案发的视频我看到了，那些打人的犯罪嫌疑人里，有几个已经至少在1.7米以上的身高，我不敢说他们全都超过14岁，但至少也应该有一个超过的吧。特里夫·戴维森耸肩道，猜测错误，这些人确实都没到14岁。叶晨冷声道，我要看一下卷宗，确认这些人的年龄。特里夫·戴维森警惕地问他，你跟那个受害人是什么关系？叶晨淡淡道，他是我的家人。特里夫·戴维森笑道，不，法律上没有所谓的家人一说，只有具体的关系。他是你什么人？父亲、叔伯还是祖父？不等叶晨回答，他又笑着说道，
哦，对了，我忘了那个人很可能没有合法身份，这也就意味着，无论你和他有什么关系，我都很难确认真伪，更不可能把未成年人的信息透露给你。所以你必须先找到你那个所谓的家人，然后让他自己去找律师起诉。如果是他自己发起诉讼，我们会按照法律要求，向他的律师提供施暴者监护人的联系方式。说完这些，他冲叶晨笑着挑了挑眉，问道：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请回吧，我要工作了。叶晨心中有些恼火，他知道特里夫·戴维森说的情况可能是属实的，但这人的态度明显看得出，根本就没有站在受害人这一方。他觉得，既然警方也没有唐四海的具体信息，自己也没必要跟他们在这里浪费时间，先把那些伤人者的信息拿到手再说。至于这个特里夫·戴维森说的什么法律要求，跟自己没关系，自己这次来，也不是来遵循他们的法律法规办事的。于是，他微微一笑，体内渡出几分灵气引入特里夫·戴维森的体内，命令道：把施暴者的信息打印出来给我。特里夫·戴维森的意识此刻已经对叶晨言听计从，他没有任何迟疑，立刻在电脑上操作一番，随后身边的打印机便开始滋滋作响。很快，一张表格便被打印出来。特里夫·戴维森将表格递给叶晨，恭敬地说：6个人的信息都在这里了。叶晨看了一眼，顿时皱眉问道：这里面6个人都在12岁以上，14岁以上的有3个，其中还有1个已经年满18岁了，为什么没有逮捕？特里夫·戴维森说：被打的人大概率是非法移民，这种事情我们一般不会深究，因为被打的人也不会深究，大概率是不了了之的。我们把这些孩子放回去，还能从他们父母那里换回一个人情。叶晨冷声质问：那如果被打的不是非法移民呢？你们会怎么处理？特里夫·戴维森说：如果被打的是少数族裔，就算不是非法移民，也要看他有没有公民身份。如果有公民身份，我们会想办法劝他撕了。如果对方没有公民身份，只有学生签证或者工作签证，那我们通常会用言语隐晦地威胁对方，告诉他们这件事有被定义为互殴的可能。一旦被定义为互殴，那对他们来说，有签证被取消的风险，多数人也就自认倒霉了。叶晨此时已经出离愤怒，作为这里的执法机关，他们竟然在面对暴力犯罪的时候有意偏袒，怪不得这些年轻人这么嚣张。相关的暴力犯罪也是层出不穷，而那些10几岁的小屁孩子，毛都没有长齐，就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蓄意伤人。要是不教训他们，自己都咽不下这口气。于是，他对特里夫·戴维森做了一个心理暗示，道：记住，从后天开始，你就是令罪恶闻风丧胆的罪恶克星。面对任何违法犯罪，你都要毫无畏惧，全力以赴，秉公执法，否则不死不休，明白了吗？特里夫·戴维森立刻重重点头，我明白了。叶晨拿着那张名单信息，转头对陈泽凯和洪武说道：行了，这里没什么有价值的讯息了，咱们走吧。出去的路上，洪武不解地问：叶大师，您为什么让那个特里夫·戴维森从后天开始才当那个什么罪恶克星？叶晨淡淡道：因为这2天的罪恶克星由我来当。说罢，他拿出那张名单，冷声道：未来2天将是这些小兔崽子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噩梦。